开始的时候啊，你看我们每次讲这个用墨的问题，还调墨的问题，笔尖，你看笔尖调好墨，一定要这个把笔洗干净以后，笔尖调墨，有近景的啊，有近及远这样，我们去处理这个景致啊，由近景开始，先画近景的树木，你看，哎，还是先由近景开始，画出。对吧？先把近景的树木我们处理，勾出树干以后，你看我们勾这个叶子的时候，看笔锋啊，你看我们用笔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是用这个，笔尖的地方，用笔尖的地方我们去画这个叶子，侧锋，你看啊，我们这样去侧锋去画，它产生的这个叶子的效果啊，你看，它有不同于我们传统的那种点叶的方法，哎，对不对？它的叶子出来了，点出以后啊，对不对？它的叶子变化是不是比我们那样点叶子，就是说你们传统的那种点叶子，要丰富，对吧？要自然。点叶的时候，注意我们墨的浓淡干湿的变化，浓淡干湿的变化，先把近景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先近景的树木先勾出来，你看还有我们水中的，对吧？局部的小碎石，画的时候看简单的勾出，对不对？我们常讲山石轮廓，对不对？先把山石轮廓线勾出来，这是水中的啊，也是用的小的石块，勾出轮廓线，分出石头的三个面来，你看对不对？哎，简单的勾出山石的简单结构，三个结构，一二三，哎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先把山石勾出来以后，这是我们水中小石块，小的石块，先勾出来。然后啊，处理后面的建筑。你看，我们处理建筑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什么？注意是这个建筑的它这个块面结构。块面结构勾的时候啊，中锋，你看啊，中锋用笔，先勾，先把这个房顶们勾出来，对不对？先把房顶勾出来。注意我们，你看中锋去勾，哎，勾出来以后，先把这个房顶的位置勾出来，再勾，勾前面它这个前方的这个结构啊，正面结构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把正面结构勾出来，里边的窗户，对吧？窗户也勾出来，这样去勾啊。这是一个正面的结构，对不对？这是个正面结构。正面结构勾出来，下面我们再勾侧面的啊，你看
后面是一个侧面结构。哎，我们勾这个建筑的时候，你看啊，我们去勾，先勾出房顶的位置。你看啊，哎，先把房顶勾出来。勾出来以后啊，我们勾侧面这个山墙这个结构。勾完以后，对不对？勾完这个结构，我们再勾这个正面这个结构。正面结构一定要分清它这个建筑的3个面啊，3个面，对吧？1、2、3，这样我们画出的建筑，对不对？才是完整的啊，对吧？才是比较完整的。一定把建筑的3个块面分出来。你看，房顶的、山墙、正面结构，对不？侧面结构，对不对？哎，3个结构，我们一定要先勾出来。下面你看勾到这以后啊，哎，这就是我们房檐下面那个这个关系，对不对？房檐下的暗部那个投影，对吧？我们用淡墨，哎，稍渲染一下，哎，渲染一下，哎，稍渲染一下。哎，你看，这是个侧面结构啊，这是个侧面结构。看我们分的时候啊，房顶一个，侧面一个，正面一个结构，对吧？3个结构，我们一定要交代一下。哎，交代一下以后，你看这个画出来的建筑，它是比较完整的啊，它是比较完整的。然后后面穿插，对吧？可以穿插一些哎小树木，对吧？可以穿插一些树木，哎，穿插一下树木。树木的时候，画叶子的时候也是啊，由浓到淡，它这个叶子的浓淡墨的变化，哎，浓淡墨的变化，哎，看侧锋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侧锋，哎，点出叶子来，对不对？你看点出叶子来，它是后面的树木，它只露到那个树顶的位置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趁它没有干的时候，勾2个树枝，你看这样去勾，哎，勾一组小的树枝，在后面啊，你看勾完以后，下边我们墨重的时候啊，我们先勾哪儿？哎，先勾下边，哎，平台靠近水的地方，哎，它这个小的那种条石，你看啊，哎，我们墨重的时候先勾下边条石，哎，先把下边条石勾出来，哎，水面这个地基对不对？它的建筑靠近水面的时候，哎，那种轻条石，哎，勾出来，哎，勾出来以后啊，用淡墨侧锋，哎，这样稍扦擦一下，哎，稍这么擦一下，哎，把那个石头的那种
对吧？用粗糙感，哎，这样表现一下，哎，稍擦一下也可以啊，稍擦一下，哎，后面啊，你看，勾完以后，我们要勾后面的这个建筑的时候，对吧？你看它有侧面的，也有正面的，也有侧面的，我们要注意它侧面的结构，怎样去画。哎，稍微淡一点的墨色，你看，哎，出了一个侧面结构下来，哎，你看这样去画啊，哎，这个侧面结构，它就这是突出的，哎，这是一个阳台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哎，阳台的位置，哎，向后，你看向后结构过来，哎，侧面结构，这个先画啊，你看要注意它分出，哎，房顶的位置，侧面结构，对吧？这是个正错，就是只看到山墙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是看见一个正面结构。画的时候要看我们这个房檐儿，你画窗户的时候，那个窗户这个结构线啊，对吧？要和我们这个房檐的结构线要平行，一定要注意啊！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啊！你看，对不对？哎，它是有平行，哎，下边是哎靠近水的这个啊，下边你看它下边这个底下这一层结构，哎，我们让它虚下来，哎，靠近水的地方啊，看下边就是靠近水的地方，让它虚下来。淡墨，你看啊，越向后的时候，哎，我们的墨呢，你看铅的墨要重一点，越向后，它的墨呀，得随着我们景致的向后去推，哎，墨呢也要变得相对来说要淡一点，哎要淡一点。哎，你看主要结构要分出来，一二三，对不对？你看也是啊，侧面结构一二三，这样我们画出的建筑啊，哎，它是比较完整，对吧？是比较完整的。然后侧面这个结构，哎，用这个山墙的时候，对吧？那种雨轮的这个斑驳感，哎，用侧锋，哎，用干笔侧锋，哎，这样擦一下，你看，哎，稍微擦一下，哎，稍微擦一下这个墙面，对不对？哎，稍擦一下，看远处的我们这个用淡墨勾瓦的时候，就不用勾那个，哎，那种竖线，哎，简单的勾两个瓦片就可以。你看啊，远处的景致，对吧？要处理的模糊一点，哎，不用勾这个竖线，就直接勾出几个瓦片儿，模模糊糊的啊，对，然后模模糊糊的勾些瓦片就可以。
远处的树啊。你看，我们先把右边的整体画出来。你看，画右边的树的时候，我们就用淡墨，哎，用淡墨直接把这个树干勾出来。哎，用淡墨去勾。你看啊，它是作为一个远景的树木来处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画的时候墨不要太重。哎，一定要淡淡的这样去勾。哎，你看啊，上来，你看这个勾这个远树的时候，你看这墨，对不对？哎，全都是用的这个淡墨去勾出来的。哎，你不要啊一点重墨没有加啊，哎，全都是淡墨去勾。哎，全用淡墨去勾的啊。勾完以后，用淡墨，哎，用这个相同的这个墨色，对不对？相同的墨色，哎，点一下，稍点一下的叶子啊，你看，在树梢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小枝树尖的地方，哎，稍点一点，哎，稍点叶子就可以。你看，哎，随意的，我们哎稍点两个叶子，稍点两个叶子，在树尖的地方，啊，哎，就点到树尖的地方就可以。哎，这也可以。把这个右边的，对吧？右边的景致先处理完以后啊，我们来处理左边的啊，先把右边由近及远，对吧？处理完以后啊，我们处理左边，左边也是啊，由近先画近景的山石，它靠近这个水面的山石，哎，先勾个轮廓线，这小石块对不对？它这个是江南这个，对吧？没有这个大的这个山，就是那种小的石块哎，小的石块哎，勾出来，哎，简单的勾两个小石块哎，近景的，对吧？近景的这个灌木，哎，我们可以用叶子直接画出来。你看啊，就直接用浓淡墨勾出叶子来，就勾这种芥子点。你看啊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常用的芥子点就可以。哎，就这种叶子就可以，对不对？
哎，这种叶子也可以，哎，这种接子点去勾。注意什么？你看啊，注意一个是用笔，哎，我们勾叶子点，用笔是笔锋啊，你看一直在用笔锋在画啊。哎，画这个叶子的时候，对吧？我们用侧锋去画。你看画这段叶子的时候，我一直在用这个中锋笔尖的地方，哎，去勾这个叶子啊。你看，用笔尖去画这个叶子啊。接子点子的时候，哎，画出来。看，有聚到一起的叶子啊，有聚有散，有聚到一起的，哎，有分出来的。哎，聚在一起，有聚有散，哎，有浓有淡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有聚有散，有浓有淡。哎，后面呢，小河上面常见的啊，对不对？常见的小桥，我们今天画一个石拱桥啊，哎，画一个石拱桥。先画栏杆，对不对？哎，先画上面的栏杆上来，哎，和我们哎右边的建筑哎结合到一起，对吧？结合到一起啊。先画栏杆过来，画了以后，你看画下边桥洞的时候，要注意我们这个啊，我们这个建筑的下面，对吧？哎，它近靠近水的地方，它这个地基，对吧？我们画的时候不要超过这个，它是这个小桥是在这个建筑的后面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画的时候半圆，哎，半圆下来，哎，画出简单的这个门桥洞来，对不对？哎，它下边桥洞暗的地方，哎，我们用浓墨，哎，稍浓一点的墨，我们画一个暗部结构。你看，画个暗部结构。画结构画完以后啊，还是这个墨色，把这个倒影，对吧？把桥的倒影我们画出来，一定要和我们这个桥洞也要对称，对不对？哎，画个这个倒影，画个倒影，画个倒影下来，然后栏杆勾完栏杆以后啊，分一下，你看，哎，它有一段一段的，哎，这个立柱，对不对？哎，稍分一下，哎，稍分一下立柱，然后就是石桥，对不对？它上面的石头也是那种长方形，哎，不规则的各种长方形，有大有小，你看，对不对？你看有大有小，用中锋稍干一点的墨啊，哎，稍干一点的墨，我们去勾一下，哎，勾一下就可以。还是啊，勾完以后，大墨干笔，哎，稍擦一下，对不对？稍擦一下，就显得这个是不是这个石块
比较粗糙，对吧？就是感觉哎历经风霜那种粗糙感。如果你单勾的话，一看特别光滑，对不对？它就不像这个古代这种石桥，你看让它哎稍用干笔擦一下，哎它的石块显得就粗糙。哎，左边你看啊，画完以后，相对应的我们画左边这个房屋沿河的房屋侧面结构啊，先一个侧面结构。啊，中锋下来，哎，突出的地方，对吧？突出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楼上，哎，这是个阳台，对吧？哎，突出的地方它是个侧面啊，哎，是个阳台，然后后面是探出一点儿，哎，它这个沿河的建筑，对吧？都是有突出的，有凹进去的，沿河这么去建的，对吧？它也有稍微突出的侧面结构，哎，简单的勾两个瓦啊。简单勾两个瓦就可以。然后小窗户，小窗户下来，看互相交错的啊，它这个建筑也是互相交错的。后面再一个侧面结构，侧面结构下来，也是啊，下来以后过来，再出来个阳台，靠近水的地方，对吧？靠近水的地方，然后下面续下来，我们画的是夜景，对不对？画的夜景，它只是说能看到上部，房顶啊、山墙啊比较明显的这个景致，我们能看到下边都是被水汽，对吧？笼罩的，都是那种雾蒙蒙的，我们看不到啊。让它上边续下来，染色的时候，下边都是那种靠近水面，被这个云雾、水汽遮挡。侧面的这侧面开个小窗户，你看我们江南靠近水的地方，两边对吧，都是有个小窗户去开在山墙的地方。向后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画这个，尤其我们画这个江南水乡，画的时候，看近景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景致画的，清楚一点，清晰一点啊，清晰一点，画的比较清晰。越向后，你看中景、远景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处理的模糊、简略一点，这样就是比较强烈的对比，对吧？我们把这个空间能拉开，这样才能把空间拉开，近实远虚，对吧？那到后面远处的这建筑，就淡淡的画一点，淡淡的画一点，哎，看到后面的时候，你看你就大致的画出，我们房屋的简单结构，
哎就可以。哎，简单的画出结构就可以。哎，深层的地方用淡墨啊，用淡墨稍擦一下，哎，稍擦一下。这后面你看啊，也是啊，用淡墨，哎，勾一些远处的小树啊，远处的小树勾一下，哎，让它都是向水面去探出来的啊。你看，勾的时候要注意，我们这个都是靠近水面，也就是树啊，对吧？我们在河边的树也是，水分大的地方，它这个枝叶啊就比较茂盛，哎，都是向水面去探出一些树枝，对吧？去吸收水分，哎，你看，都是向河中哎去探一些，它这个姿势。我来，你看啊，我们后边单单的处理一些小树枝，丰富一下，哎，丰富一下。有朋友问前面的右侧的那个房子还画房顶、画瓦片吗？画，商量一下。我们画瓦片也是啊，画这是简单的画一些。稍等一下，我们去画这前面的瓦片啊。哎，看远处的画一些模糊的建筑，哎，对不对？你看越向，哎，越向后，哎，我们的景致啊，让它模糊一些，模糊下来，这样推的比较远啊。你看这样推的，一看空间感，对吧？看近景的瓦片画的时候啊，我们画那个夜景的时候也是啊，简单的，哎，勾一些，先勾一些竖线啊，哎，简单的勾一些竖线。勾的时候，你看啊，稍微让它有一点弧度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稍微有一点弧度，哎，不要勾成那种平线，对不对？稍微有一点弧度去勾，哎，到前面的时候，你看啊，前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留出来，可以留一些白，也不用全勾啊。你看，哎，这就是我们说的啊。你看，意到笔不到，你看，其实我们整个瓦片儿，对吧？肯定都全都是说，哎，房顶是铺满了瓦，但是我们勾的时候，哎，感觉有聚有散，有空白的地方，对吧？哎，形成一种意境美。你看，然后用淡墨稍擦一下，哎，稍擦一下，对不对？这就感觉比我们全部勾了以后，你看画的特别清晰。你全部都是勾完完以后，哎，显得呆板，对不对？你看这样显得比较自然。哎，后面呢也是啊，后面也这样去勾。你看啊，哎，简单的勾一个，哎，收线，你看，
简单勾一个竖线，由后是吧？由上面这个结构向下去勾，你看啊，向下去勾，下面也是，哎，稍留一点空白，嗯，稍留一点空白，淡墨，你看，用淡墨去擦一下。有的时候我们画的结构啊，你可以交代的清楚一点，对不对？有的地方呢，我们交代的可以哎含糊一点，这样下来，哎，现在就是我们啊，我们重新画一种倒影，哎，这种倒影呢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哎侧锋去画，你看啊，我们今天画这个倒影呢是用淡墨，看啊，稍微水分啊，稍微水分大一点。哎，你看这样去勾水中的倒影，我们常见的是用侧锋，对吧？侧锋向下去画那个水中倒影。哎，我们今天呢稍微变一下啊，稍微变一下，你看，用淡墨横笔，你看啊，这样去画水中倒影。这也是一种表现夜景的水面这种倒影。你看啊，淡墨去看横笔，看横着去勾倒影。到水面中间的时候，墨呢，你看一定要稍微淡一点，稍微淡一点。哎，保持中间，对吧？中间水面，对吧？一定要比较亮一点，靠近山石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让它墨色重一点，把亮光丢在河的中间啊，丢在河中间。你靠近水面的地方，建筑，让它虚下来。哎，对吧？桥后面的水面也用这个大墨横着这样，哎，刷一点淡墨过来，对吧？这也是一种这也是一种画水面倒影的方法，我们原来画的，对吧？又不一样。我来用淡墨把它渲染一下啊，哎，渲染一下。看我们后面后面可以用淡墨干笔，靠近建筑的地方，你看啊，稍用淡墨干笔擦一下，哎，稍擦一下。你看，这也是一种看啊，这也是我们常见的画水倒影的方法，对不对？和我们常用的又不同。我们常用的就是侧锋干笔侧锋向下去擦，对不对？
我今天啊，你看教给大家一个新的方法，我们就用这横的淡墨去表现水面倒影。你看，这是一种方法啊。大家记住啊，画的时候要把中间，中间这个水这个亮的地方留出来，两边是暗，中间是亮的啊，这样去。我们这个树根的地方，对吧？靠近这个房顶的地方，稍加一点淡墨。你看啊，稍加一点淡墨，稍来一点。还有房檐下面的地方，它是，对吧？光线照不到地方，让它稍微暗一点。我们用淡墨渲染一下，看，就是房檐下面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它光线照不到地方，稍微用淡墨渲染一下，稍微渲染一下，让它暗下来。还有我们这个房檐的地方，用淡墨稍微的渲染一下就可以。加在这个房檐的下面，别的地方不用加。你看，就加在这个地方，下面也是啊，看靠近水面的地方，对吧？到晚上以后，它有水汽，也可以把它模糊下来，让它模糊下来。你看近景的地方，看我们可以勾的，详细一点，清晰一点，这样比较明显。你看，比较明显。稍擦一下。小桥倒影，你看倒影，稍加一点，稍加一点。小石块，小石块，你看靠近水的地方，你看靠近水的地方，要让它淡墨多一点，就是说靠近水的地方比较潮湿，潮湿地方就让它用淡墨稍加一点，对不对？就是靠近水的地方比较潮湿，我们可以稍加一点淡墨啊。稍加一点，上来一点，就让人感觉一看靠近水的地方，山石比较潮湿，比较暗，这也可以啊。树木的地方，你看啊，我们树木点叶的地方，对吧？你可以用什么呀？对吧？可以用淡墨，稍渲染一下，你看，稍微渲染一下，稍微渲染一下。染的时候也是我们染什么地方？用淡墨染叶子，我们点叶的地方，染这个地方，可以用淡墨稍加一点，对不对？稍加一点。我们勾这个，你看，虽然我们这幅画里边啊没有山石，山石很少，
但是我们建筑的地方，看线的变化，对吧？线的变化和我们画山石是一样的啊，一样的，它也有一个，对吧？提摁顿挫的变化，对吧？一个提摁顿挫的变化。你这个线想有质量的话，对吧？想有质量的话，你用笔的时候，你看，用笔的时候一定要控制笔的这种提摁转折，它的变化、粗细变化，对不对？你也有这个变化。看它这个线粗细的转折，粗细变化，它也有啊。它虽然没有画大山，它线上也有变化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。虽然我们是简单的线条，你看几个线条把这个建筑勾出来，但是你感觉这个建筑它不是软的，对不对？它也是比较结实的这个状态。它靠的就是我们线条的去呈现出，对吧？这个建筑的这种质感。稍加一点。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个淡墨啊，可以用淡墨。在上颜色之前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清水，可以用淡墨也可以啊，或者你用铅笔也可以。你看，勾出一个月亮，我们可以用个盘子啊，用盘子你勾出一个月亮，大致的形状。看啊，对吧？用铅笔也可以啊，用淡淡的那种啊，稍微淡一点，不要很明显的个淡墨，也可以啊。勾出一个大致的月亮的形状来啊，先勾出这个形状来。这个相对来说啊，我们的月亮要画的比我们感觉上要大一点啊，要大一点，稍微大一点。如果你觉得淡墨勾不好，你可以用铅笔啊或炭条，拿一个空白的盘子扣上去以后，你把这个大致的月亮的位置给你勾出来，对吧？勾出来啊。基本上我们墨色出亮这个程度就可以啊。稍亮一下，我们上淡墨的地方稍亮一下，我们就上颜色。一定要等它淡墨的地方，我们上淡墨的地方干了以后啊，再上颜色。看大家画的时候，你可以用那个铅笔也可以，对吧？铅笔也可以，你画一个，那用个大一点的盘子，你扣到这儿以后，你画一下就可以啊。你稍微有个印记就可以。你看，我今天先把天空稍打湿一下啊，稍打湿一下。好嘞，稍打湿以后啊，稍打湿以后，我们稍微亮天空的时候，先不要上颜色，我们先上下边的颜色啊，稍亮一下。我们染的时候，染天空的时候，也是让它半干的时候我们去染。我们先上下边的颜色，
先上小桥的地方，你看啊，先把小桥的地方渲染一下，淡赭石，赭石里边啊，你看我们赭石里边稍加一点什么？加一点花青啊，赭石里边稍加一点花青，让它发一点暗一点的赭石色。哎，先把石拱桥我们稍染一下。稍染一下。桥的护栏，你看啊，护栏也是啊，用这个赭石，稍染一下。它因为是夜景，我们上赭石的时候不要上的太亮，对不对？不要太亮，让它稍微暗一点，稍微暗一点。然后就是我们的灯光啊，你看，这是我们房屋中透出的灯光。先用藤黄，你看啊，我们先用纯的藤黄色啊，你看这藤黄色，藤黄色染在我们什么地方？一个是你看窗户，对吧？灯光都是我们个窗户或者门口的地方透出来。哎，我们先染在这个地方啊，用藤黄，就是晚上有灯光的地方。哎，染在这个地方，先上藤黄。哎，这是第一遍啊，先要染藤黄。记住我们哎哪一个地方，我们留的是窗口的地方，哎，稍染一下藤黄。染完藤黄以后啊，太青蓝，你看下边就是太青蓝。画夜景的时候，对吧？我们就用太青蓝，不要用花青，花青太暗，对吧？它太暗，我们用个太青蓝，就纯的太青蓝啊，你看，就纯的太青蓝。哎，先把这个瓦的地方，你看，先染瓦的地方，染出来，对吧？就是你看，我们没有别的颜色，看太青蓝、藤黄，这是第一遍的颜色啊。哎，太青蓝，你看我们上颜色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上颜色的时候一定要，你知道这幅画以什么为主色调？你看我们夜景的时候，画夜景的时候就是冷色调为主，对不对？以冷色调为主。所以说，每一幅作品你画的之前，它这个画面呈现什么色调，对不对？我们心里啊要明白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这个画春天，它要以那种浅绿色为主，对不对？浅绿色为主。你画夏天呢，就以花青为主；秋天呢，以赭石为主。它每一幅作品它都有一个主色调。你看，我们画夜景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用这个太青蓝为主要这个颜色去渲染。你靠近水面的地方，一定要让它虚下来。侧面的，你看也是啊，
还有我们讲这个上颜色的时候，也是常讲随类赋彩，就是说你墨，对吧？墨浓的时候，你的颜色呢可以重一点，但是后边呢越向后的时候，你这个墨色越淡。当然，我们的颜色要随着墨的变化，对吧？你去变淡一些，变浅一些，这样。常讲这个色不爱墨，墨不爱色，就是颜色你不能这个覆盖住这个墨的这个这个色调，对不对？透过来，那颜色把这个墨的浓淡变化要透过来。下面是天空，看啊，我们染天空的时候啊，你打湿了以后啊，你不要这个马上去染，一定等它以后，哎，半干的时候我们去染啊，半干的时候我们去染。染的时候，你看，大家要注意，我们哎上面的天空啊，让它重一点，对吧？让它重一点，让向下呢有一个由深到浅的一个变化，哎，这样呢才能把这个我们景的这个远近关系，对吧？那个纵深关系，哎，才能体现出来。看到这儿啊，月亮的地方，哎，留出来，哎，我用这个稍微淡一点的墨，我去染的这个留出的月亮啊，你看下来，把月亮的时候，要闪出它这个月亮的位置啊，看上面可以让它看颜色，对不对？可以重一点，哎，可以让它重一点，越向下，颜色，哎，让它越来越淡，看这就产生那种，对吧？远近的层次关系。过来，上面让它重一点。我们加颜色的时候，可以趁它湿的时候我们去加，对不对？它能很自然的融在一起，对吧？它这样过渡的比较自然。到下边吸下来，看让它吸下来。看我们这个下面这个建筑也是，对吧？近景颜色比较重，越向后颜色也是，对吧？随着墨的变化，我们到远景的时候，颜色也是比较淡的。吸下来，看到我们越靠近水面的地方，哎，它这个颜色越淡。太青蓝，你看
我们没有用别的颜色啊，一直是钛青蓝。哎，水面看，水面也是啊，钛青蓝，用钛青蓝去渲染，对吧？不要加别的颜色啊，就是单纯的钛青蓝去渲染就可以。水面的地方，你看中间的地方，用清水过渡一下，对吧？和我们上大漠一样啊。你看上大漠也是，我们中间水面的地方，对吧？就是留白。染色的时候，你看也是啊，染色的时候也是两边让它颜色重一点，哎，让它颜色重一点，中间留出浅色。中间浅色，然后这个看这个平台的地方，靠近有光的地方，哎，稍微的有一点橙黄色，哎，一点橙黄色啊，稍微加一点橙黄色，哎，就是我们水面的倒影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这也是，哎，稍微的水中有一点橙黄色。下边淡的钛青蓝，稍染一下。续下来，你看到我们天空靠近水面的地方，对吧？让它续下来。下面也是水面，看近景的水面颜色比较重，越向后也是啊，越向后颜色也是越来越淡。哎，它在这个水面和天空交接的地方，哎，让它有一点淡淡的黄色，哎，给它淡淡的一点黄色啊。这个整体啊，你看整体我们上完颜色以后，要在这个哎房屋的对吧这个边沿位置，等它干了以后，哎，我们稍微呢用这个藤黄给加一点，一定要等它干到以后啊，哎，在这个房檐的地方，哎，有一点淡淡的黄色，这就是我们月光照到的地方，它泛的那种哎黄色的那种光晕。像我们这个树叶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你看树叶的地方，我们就用花青啊，稍用一点花青，把我们叶子地方染一下，稍染一下，对吧？这就是地方，稍用点花青，花青染一下，来，淡淡的花青啊，把我们这个叶子地方，染一下就可以，不用加别的颜色啊，不用加别的颜色，就是单纯的花青，看，就是单纯的花青，染一下。稍染一下。山石也是啊，你看下边石头呢，对不对？
石头呢，我们也用花青啊，用花青去染一下。我们夜晚的这个景致，对吧？都是发那种灰蓝的那种光线，所以山石你不用说表现有青啊有绿啊，对不对？就是用一种淡淡的青色去衬托一下这个夜色，渲染这种晚上的这个氛围，对不对？稍加一点花青，倒影，你看，倒影地方用花青，稍加一点，再加一点。就是说，你看藤黄、太青蓝，对不对？太青蓝，在叶子的地方、山石的地方，稍加一点花青，纯花青啊，一定要用纯花青，不用加这个淡墨啊，纯花青渲染一下。房顶的地方，稍加一点。下边你看靠近水的地方，你打湿了以后，让它靠近水面的地方，让它自然的虚下来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让它很自然的让它虚下来。很自然的让它虚下来，就是下边靠近水面的地方，晚上以后它被这个水汽掩盖，那种水汽腾腾的那种感觉，把它渲染出来。近景的，你看我们瓦的地方，让它稍微重一点，你可以用这个太青蓝，对不对？稍微加一点，让它晚上就夜晚的，对吧？那种氛围感强烈一点，让它强烈一点。你看稍微加一点，对不对？它的晚上那种感觉，就强烈一点。我们把这个瓦的地方、房顶的地方，稍加一点啊，稍加一点。天空，看啊，天空稍加一点。染的时候，你看，染的时候我们靠近月亮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靠近月亮染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控制点水分，让它控制水分。可以说你颜色稍微进去一点没问题啊，但是你要保持它这个月亮的这种圆，对吧？圆的那种形状，对吧？你一定要大致的保持住。虚下来。看夜晚的这个灯光的时候，灯光的时候啊，加了藤黄以后，我们再用什么颜色啊？再用这个橙黄。看啊，在这个地方再强化一下。你看啊，再强化一下这灯光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再强化一下这灯光，用橙黄稍加一点，稍加一点，
稍加一点，稍加一点。你看到我们干了以后啊，干了以后，在小桥的地方，还有在我们建筑的上面，稍微有藤黄加一点，稍微加一点这个黄色，就是说反射的月亮的光，对不对？你看干了以后，现在加以后，它就形成个绿色。我们现在不要加，干了以后我们再去加。整体的，你看啊，整体的颜色基本上，我们第一遍的颜色啊，在上头这样就可以，这样就可以。用生鲜，我这是用生鲜流出来的啊。我们开始的时候先画出个月亮的大致的它的一个形状，用铅笔也可以，用淡墨也可以，对吧？都可以染出个大致的形状。这样你去在染颜色的时候，你把它留出来，对吧？大致把它留出来。树根的地方，你看树的地方用淡的发青，稍渲染一下，稍渲染一下。这是我们第一遍的颜色啊，整体上，整体上我们这个颜色，对吧？就算完成。还有就是等它干了以后，需要加颜色的地方，要等它干了以后，我们再去加。好的颜色你调整的时候也是需要它干了以后，我们再去做后期的调整。有的就是说趁它湿的时候颜色去加，有的时候要等它干了以后啊，我们再去做后边的颜色调整。倒影的地方，对，你用生鲜，对吧？你看我们这个，一个是我们这个墨的，你看前景这个叶子墨的变化，对吧？还有我们后边建筑它这个线浓淡墨的变化，都是在这个生鲜上体现的比较明显，比较明显。那首先来说，有时候你的墨的变化，体现不出来。还有我们这个水痕，对吧？有墨痕、水痕，这个效果你在手绢上体现不出来，只有在我们生绢上能体现出来。这是四十整张的，今天画的是四十整张的作品啊，四十整张的作品。因为现在还有点湿，所以它颜色会比较重啊。等干了以后呢，颜色就会变浅一些了啊，朋友们。咱们调整也是要等它干一干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去进行调整了啊。上色的时候吧，就是你湿的时候，你感觉这画面颜色重，对吧？但是你干了以后啊，它要比现在的颜色要往浅了下走一部分啊，要走一部分。你比如现在这个颜色这个深度，等它干了以后，可能就和后边的这颜色，对吧？这颜色几乎就差不多啊。现在是比较湿，你感觉比较重，干了以后就是这个颜色，
哎，这个干了以后就是这个颜色，你看，它是在这个颜色上，它有一个这个变化，有个变化。只是现在湿的，你看现在比较湿，你觉得啊重，干了以后，你看我跟你说啊，最前面啊比较靠前的这个颜色，干了以后就是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干了以后就是这种颜色，对吧？它干了以后，浅的就变浅的这个程度来说，对吧？变化有比较大啊。